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2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四、周五接连上涨，难道牛市真的又回来了？当然不是，阿哲的观点没有改变，目前依旧是熊市反弹中，哪怕反弹的再强势，也仅是给空头未来提供更好的入场点罢了。而下周美股想要真的继续保持强势反弹，有2个技术面的重要阻力需要去打破，否则下周就是本轮反弹的高点。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1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维度、3个方面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依旧会通过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来分析目前的做多和做空哪一个方向会更加值得去参考。我们会通过日线的背离、30分钟图表以及空间日内的支撑压力来去进行分析。而来到第2和第3部分，我们开始要讲解有关个股的分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S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SMCI、亚马逊、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短线和波段的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阿哲需要给您提个醒，因为阿哲每期视频所涉及到的标的会比较多，讲的内容也不少，所以视频当中的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去观看一个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您打开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阿哲对于本期视频所有内容进行了一个时间轴的划分。您可以点击对应时间轴，看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部分。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的部分烦恼。当然了，这里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第一部分是一定不能跳过，一定要首先去观察观看的。因为指数环境作为操作的风向标，我们只有看懂目前的美股指数走势，才能够去更好的参与个股，特别是科技股。现在开始我们本期视频的正式的内容。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一种技术叫做决策阴线 K 线的分析。当市场处于上涨当中，出现了高开低走，也就是市场出现上涨，但是它是一根阴线，这种假阴线我们称为决策阴线。它当天如果是放量，特别是巨量，效果会更好。出现这种阴线之后，我们如何去分辨未来后续的短线走势呢？你可以把决策阴线的实体上沿和实体下沿，也就是阴线的开盘和收盘这2个区间做个划分。如果后续股价能够快速站在决策阴线的开盘价之上，我们说短线依旧看涨。假如类似于前期这里，当市场出现决策阴线高开低走假阴线后，第2天却是收盘价跌破了决策阴线的收盘，那么说明后续的短线方向更大概率呢是看跌的。所以当时这里的决策阴线后，股价是下跌，而最近这一个决策阴线后，股价却是上涨。所以这是对于决策阴线我们上期视频的一个回顾。通过这根阴线第2天被反包，你就会知道短线开始再度走强。那么在讲解日线背离之前，阿哲依旧要复习一个知识点，叫做稀有长阳。这也是我们在标题当中讲到的2个主力中的第一个。什么叫做稀有长阳？阿哲简单解释一下，当纳斯达克指数出现10%以上的上涨时，我们可以称为稀有长阳线的产生。而这种阳线为什么叫稀有？因为在背后的图表当中是纳斯达克跨越了40年的行情，而这40年只出现了4次，所以它是10年一遇的阳线。它有以下的一些规律，每次出现都是熊市，每次出现都不是熊市的底部，每次出现第2天都必跌，每次出现大阳中位线都会破位，每次出现破位下影线后都有反弹。以上所讲的规律都是过往行情所出现的现象，而现在第4次产生的稀有长阳和前3次所产生时发生的反应，其实可以说是大体相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但可以说是高度的相关。至少每次出现都会下跌，每次出现都是熊市，以及每次大阳中线都破位，每次破位后的下影线都反弹，这几句话我们已经一一的验证了。在刚出现稀有长阳这一天，阿哲就把一些规律给大家总结了，而跟踪到目前你会发现很多都重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再验证2句话，就是突破大阳顶部之后才会有多方延续行情，以及突破失败将结束反弹。这里所谓的突破大阳顶必须得要是有效的突破，我们在上期视频也有讲过这一点。目前纳指所出现的第一重阻力就是这2句话所要去关注的点。突破大阳顶，像这个位置也突破了，难道
它算是有效突破吗？怎么判定有效突破？突破之后会不会出现再次明显的下跌，跌回左边大阳线的高点？是不是突破1天、2天？我们说2天的验证方式，第2天会构成强压力，是不是第2天有压力往下跌？那如果它是回调没有跌破，那还好，能够再去看涨。但是它回调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阴线，而重新跌破大阳的高点，所以当时第一次产生稀有长阳时，只是略微突破，走出短线上涨，而后立马就是假跌破，重新回落。一旦突破失败，是不是就将结束反弹？何谓突破失败？上去之后又下来。所以当股价突破长阳线的高点之后，再次往下跌，跌破长阳线的高点，这就是一个日线上的看空点。我们再看到前期第二次出现突破之后，后面的回踩不是大阴线，而是小 K 线、小阴线，还带有长下影线，所以没有有效的跌破，而后再次上涨，是不是再次打破，股价继续延续强势反弹？而第二次产生的稀有长阳，就是近4次以来唯一一次有效的突破。而这里不管它突破是有效还是无效，只要它敢再次的回落，跌到大阳的区间之内，我们会知道这些位置是空方绝佳的开仓点。而我们看到第3次是2008年10月13号的时候，当时也有稀有长阳，但是它没有有效突破，而在日内肯定是不是出现了高开低走，出现了上涨后假突破再回落，它是不是满足最后一条叫突破失败将结束反弹？所以突破失败跌回来，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一个做空的方向？后续每一次反弹都没能够去突破稀有长阳的高点，在每一次反弹遇阻时，是不是也是做空点？所以稀有长阳往往不是作为做多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要看的是能够产生做空的那些点位，而做空点经常产生在稀有长阳突破失败之后。所以现在第4次产生在2025年4月9号的时候，这根长阳线当前已经出现了一根阳线，收盘价突破了长阳线高点之上，所以当前要去验证是否突破有效。假如下周出现一个动作，就是股价冲高回落，把稀有长阳线给收阴跌破，而且可能是一根比较不错的阴线，那这里是不是可以作为空方再次的进场点？下跌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因为这里有12%的区间，哪怕它依旧处于震荡当中，是不是只要出现大阳顶的失败突破，而后看到大阳的低点附近，这也是一个很丰厚的做空的区间。所以目前纳斯达克指数想要产生强势上涨，第一个阻力就是要把这个大阳线突破有效，不要再出现回踩时跌破大阳线的高点，一旦跌破就结束这次反弹高点出现。那么下周周一的时候，就是反弹的第2根 K 线，我们说第2根 K 线将面临一个阻力，所以在下周周一来临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前期做多而目前还未减仓或仓位较重的同学，下周周一一旦有滞涨的信号，或者周一周二，那么你要注意减仓要小心，千万不要在风险验证的时候去满仓去赌它成功的突破。我们在讲解第一个阻力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日线的顶背离的分析。那么何谓日线的顶背离呢？其实背离技术如果要讲清楚，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目前在录制视频，那么阿哲就简单讲一讲。所谓的背离就是最近的这一波上涨以及前期的这种上涨，它2个指数有所不同步。目前你所看到的上方它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下方是标普500，是不是整个图表看过来一眼过去基本完全是一模一样？当他们的细微差距会告诉你，最近的2轮上涨其实导致纳指和标普有了一些不同。其实如果您盯盘比较仔细的同学会看到，昨天的盘面除了特斯拉等一众的科技股在强势上涨，大部分的个股其实不怎么去动，这本身也体现出了资金的选择和资金的一个背离现象。现在这2个图表当中，感觉图表是一样的，但其实细微之处，比如说这个地方标普有一个缺口，而这个地方纳指它以前也有个缺口，当纳指的缺口在稀有长阳产生之后，是不是被回补了？而标普这一根稀有长阳产生之后是没有回补缺口的，所以对于一个缺口补和没有补，它并没有产生完全一致的走势，那么这种本来就是一种背离。关于背离的技术，阿哲曾经在财生频道当中有讲过，当时呢是4月23号，阿哲在盘中10点半的时候香港时间发布的。
在那个时候，阿哲有讲到，本次的反弹是很强势，不过美股指数两指数目前存在2个顶背离，前面一个还没有修复，现在有可能又形成一个。如果双顶背离形成，今天就是反弹高点，只是要再次确认一下而已。那么第一个顶背离就是曾经那一天缺口一个补了，一个没补，这是首个顶背离。所以顶背离产生之后，后续在大阳线这一天，股价是不是出现下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个震荡就是因为前期的市场出现了背离而导致的，而当前这个背离还没有修复，所以市场还不能够完全达成合力。只有市场出现合力，资金合力，那么才能够引导它延续强势反弹。那么在第二次的顶背离形成的时候是怎么去看的？当时那一天市场当中是出现了上涨跳空高开，但问题左边的这个小高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没有突破，而标普却是一早突破，本身也是资金的不同反应，说明当时呢科技股这边没有太多资金流入，而标普却反而提前一步走强。那为什么这一次的顶背离出现之后，并没有产生像之前一样的下跌？因为顶背离不一定就必然会下跌，它有可能会修复。所以当时阿哲还讲到，这个确认需要等待日线下跌才行。而我们会发现，最近其实没有一天是下跌的。那么这个背离的修复在30分钟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左侧这条信息呢，是阿哲在财神频道当中4月25号所发布的，当时有讲到，看这2个指数是否背离修复。如果纳斯达克过去了这一个阴线的高点，那是不是就不能够看空了？因为第一个背离就修复了，而背离的修复代表短线这个周期上，则空方就不要再随便操作了。我们需要等待更加明确的反弹之后的高点去确认。所以平时在交易的时候，你要关注纳斯达克指数之外，你也同样要看一下标普500。如果当前你的交易过程当中是经常盯的一个指数看，而其他的指数忽略的，那么以后你可以把纳指和标普同步去分析。当每每出现某些重要高点时，两指数如果出现背离，那么就要小心风险；而两指数的背离如果修复了，那么后续就容易顺着方向继续前行。前期这个高点背离的修复，就说明市场对于这个高点是合力去突破，那么这个突破则大概率能够形成。那么现在对于前期的缺口回补，纳指是回补了，而标普没有回补，所以对于缺口能不能够形成合力的回补，而这又是接下来美股市场是否延续强势反弹的第2个主力。讲到这里，我们再总结一下，所以目前的美股市场有存在2个主力。第一个是大阳线的顶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如果出现回落跌破，那么这第一重阻力就过不去，市场反而会成为一个反弹高点。那么第2个，在过完大阳顶之后，你要去关注标普是否能够回补缺口。如果标普在下周能够回补缺口，那么大概率我们说的大阳顶就是有效突破，那么市场将会在下周继续延续强势的反弹。所以目前这2个主力是多头一定要去关注好的。而在30分钟当中呢，要小心一个风险。在前期阿哲是怎么判断这一波下跌会在这里出现一个行情的呢？我们当时有讲到，股市当中的下跌往往有一波三折，同样也有5波结构。出现5波结构，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有机会结束5浪下跌，然后展开相对强势反弹的节点。所以当市场出现下跌时，连续的创新低，走出5波结构时，在这种节点上，你要寻找止跌的机会，去把握这种强势的反弹。而当前的美股市场在30分钟，纳指又再次出现上涨当中的5波结构。这个5波结构呢，比左边的5波下跌是强势的，但是不是它也出现了2次新高？而当前这个位置是不是还在延续上涨？那么在延续上涨当中，它何时会出现5波结构的结束？那么一旦这个结束点产生，那么是不是后续的回落会比前期的这2次回落要更大一些？而假如30分钟走到某个节骨眼上出现了这一波回落产生，而去实现跌破大阳顶，那么是不是一个相对的风险？那么这一波较大级别的调整肯定是会出现的，只是它出现的时候，它是否远离了大阳顶？如果当时远离了大阳顶，然后才产生这一波回落，那么就大概率只是一个回踩机会，而不是对于突破的失败。这也是在30分钟你要去关注的，这5波结构形成之后，何时会衰竭，何时会产生较大的这个回调点。所以如果您是想要看多美股的同学，你应该尽量的去期盼这30分钟的这一波上涨，第5波它要尽可能走得偏高一点，远离大阳顶更多一些，
这样这一波调整时才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去支撑。假如在周五的这个高点附近，周一只是略微上涨，而后就产生这种调整，那么基本上板上钉钉会跌回来大阳的高点之下，那么那时候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一旦跌破大阳顶，就是本轮反弹行情的结束，那么这将是一波我们认为空头的绝佳入场点。以上就是目前对于美股指数在日线上和30分钟上我们的一个观察的方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对您的个股也能够有所指导。如果您是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为视频点个赞。而如果您的时间还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顺便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句评论，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假如阿哲所分析的技术和操作的风格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的话，在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的底下点击订阅按钮。那么在订阅之后，就会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会显示已订阅的字样。而显示已订阅之后，您再点击下方的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每一期视频只要是公开的，您就会首先得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在首次见面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感谢您的信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点，就是空间技术日内的撑压的分析。这一点分析呢，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进行的。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在每天盘前都能够看得到。我们来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您看到是阿哲在4月25号所发布的盘前解析的信息，当时是在香港时间4点07分的时候。阿哲开头第一句就有讲到，纳斯达克指数周四为决策因后的反包阳，说明多头强势维持看涨。这里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纳指非常临近大阳顶，多头稍微使劲就能过去，要关注突破是何种 K 线。同时有提到 SQQQ 这一点，等一下我们在讲 SQQQ 时会讲到，它目前是关键的一个变盘点，在理论上它属于大底的空间了，所以这一点 SQQQ 要关注，下周也容易产生机会。同时阿哲也明确一点，如果市场趋势目前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在周五或者周一，那么就会再次转空，也就是说反弹高点，阿哲认为在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以及我们所说两重阻力难以去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周五和下周一将是本轮行情高点的可能会大大增加。假设这两个阻力并没有出现遇阻，而是强势突破，那么多头将会依旧强势，将形成更加强势的反弹。所以当前的价位呢，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做空，要等待明确信号，一根滞涨 K 线，亦或者跌回来大阳的高点之下。而我们会发现，昨天是没有这种 K 线的，所以当前可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空了。在强势反弹当中，一旦做空做错了，后续再反弹一下，您可就亏损累累。同时阿哲也提醒到，这里多头如果昨天反包没有再次买回来仓位的，也不要随便加仓了，因为两重的阻力非常靠近，你在这里加仓意义不大。我们拿着之前的筹码或者观望就行。这是阿哲昨天盘前所发布的观点，大体和今天没有太多的改变。而底下所写到的就是每天盘前会去分析到的日内撑压位。阿哲会讲到是纳斯达克指数以及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的日内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阿哲是每期视频都会分析这一个图表。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呢，它有些不同，就是它每一根 K 线底下有时会出现绿灯，有时会出现红灯。这是什么含义呢？它意味着当前的市场如果出现红灯，就是阿哲盘前给到的支撑位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它就说明空方是很强势的，一般红灯要小心后续的下跌。而绿灯呢，则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日内的压力高点被突破了，那么说明多头很强势，要注意后续的多方机会。那么这一波反弹，我们前期的这个买点是怎么把握的？是不是股价在下跌时，这一天还是红灯，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阿哲肯定有讲过，在红灯后立马转绿，就说明多头很强。昨天的空方再度的下跌强势，它有可能是砸盘，所以你要关注每一次出现两个颜色基本临近的时候，今天是红灯，第二天是绿灯，则说明大概率为买点。如果今天是绿灯，第二天是红灯，则大概率是做空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但是它帮我们把握住了这个低点后的反弹。
那么这一波反弹何时会结束，或何时会真正面临到一个风险？我们讲过一点，就是这一波反弹当中要小心红灯的产生。红灯它不一定是最高点时会给到你，但是它必然会在空方变强时会提醒你。像前期的这种反弹后出现红灯，是不是要小心？它不是最高点，但它出现之后，你是不是要小心？特别是熊市当中，你要知道大概率还有下跌。这一波反弹又出现了红灯，它虽然不是最高点提醒你，但是它怎么样也会告知你，这里要小心风险。你不能用它卖到最高点，但是有一些大的风险和大的机会，你总是能用它把握得到。所以每一次反弹之后遇到红灯就要小心，它有时候会在高点给你，但有时候呢会在下跌途中给到你。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会不会产生红灯，就是你在反弹时也要去关注的明确的风险点。那么目前的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前期连续3个绿灯，而后在周五的时候没有灯？没有灯说明什么？说明上涨动能不再强势，开始有所凭着惯性在前行，但还没有完全的转向和转弱。所以会不会在下周转灯呢？你看到这一个数据，下周一的预测高点是17540.6，而预测的低点是17246.83。假如下周一依旧收盘在17540.6之上，那么我们说这又是一个绿灯，风险就还没出现，多头依旧保持加速强势。而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周一跌破17246.83，就是一个红灯。红灯产生不一定100%是高点，但它一定说明了空头比之前要强。这是在周一时要关注的日内撑压位，千万不要去收盘跌破17246.83。在本次反弹当中，你也可以按阿哲盘前的观点，盘前给到的点位去逐渐的去跟踪，因为阿哲每天盘前都会更新。所以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如何在后续每天观看到这个点位？因为它每天都会更新。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个置顶评论，而在置顶评论中就有阿哲所发布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是一个链接，点击链接之后，您就会跳转找到助教老师。而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您需要告知助教老师您需要什么。这里阿哲建议大家，您可以发送2个文字给助教，提醒一下他您究竟是谁。您只要把盘前2个字发给他，这是一个领取的口令，他在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同时您需要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的盘前观点和点位的预测，那么他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那么这样子您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免费领取到阿哲的盘前观点。这里阿哲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阿哲要每天坚持去写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大家通过盘前的解析和内容，在市场当中能够对于技术分析的交易方法有一个跟踪，同时也在观看阿哲视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应用在实战当中。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很明白阿哲所写的这个盘前观点，基本上所用到的技术分析都没有很难，都是阿哲在曾经教过大家，或者在视频当中有讲过的。决策阴线、大安的高点、日线170，是不是等等都是曾经我们已经公开讲过的技术？那么如何用在我们实际的交易当中呢？您就可以看一下阿哲盘前每天是怎么看的。当然了，对于想要真正学好技术分析、更快进步的同学，可能盘前解析这些文字不足以完全支撑你去更快的掌握。所以阿哲对于订阅粉丝观众一般会有3重的福利，为了帮助您更好的学习。刚才所讲到的是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我们的文字来帮助你。而阿哲认为文字的帮助可能意义呢不是说最大的，我们还提供进阶知识和内部的直播视频、直播课程。如果您想要更进一步，不只看文字，还想要更加听到阿哲的直播以及其他老师的内部直播，那么您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呢，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每周都会开展的一些内部不公开的课程。同时，对于一些爱学习、认真对待技术分析的同学，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您只要满足条件、符合资格，那么您就可以加入其中。而其中我们主要是进行技术分析的知识答疑。那怎么样才能够获取加入粉丝群组的资格呢？很简单，您只要证明您确实非常热爱学习，能够花时间在技术分析的学习当中即可。要怎么去做到呢？您只要观看过1次我们的内部直播，并且完成过1次我们内部直播课程当中布置的作业，
而后把作业交给助教老师，只要批改合格及格，那么助教老师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学习能够更加有效，对技术分析的把握能够更加落于实战当中，那么这3重福利希望您都能够领取得到。下面阿哲让大家看一下有关内部直播最近的课表。如果您想要参与内部直播，那么这一个课表您可以截图保存一下，然后找到助教说要报名即可。我们接下来课程会在4月29号开始第1节，而后在5月2号会结束。那么这4节课程都是在下周的一个安排，在美股收盘之后开盘之前的时间，香港时间早上10点钟我们会进行一个开课。而每次的直播课除了对于当前行情最新的观点分析之外，我们会讲到一些实战中的一些技术分析的方法，如何通过技术分析找到龙头个股的低吸点以及龙头个股的高抛点，在震荡行情如何做好低吸高抛，以及龙头套利和最重要的龙头选股策略。这是我们在下一周所要专门去研究的低吸高抛、套利和选股这4重策略。假如您对于技术分析目前还不能应用于实战，亦或者是实战效果不佳，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参与这4节直播课程，对您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您找到助教老师，除了发送盘前之外，你也可以发送一个报名2字给助教。那么未来在开课之前，他就会把私密的链接发送给您，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内部小班课了。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部分关于指数的环境分析。通过指数的3个纬度的分析，那么对于现在的行情，您应该有了一个判断的依据和方向，何时会产生继续延续的上涨反弹，何时又会产生一些做空点。那么不管您是做多还是做空，通过阿哲第1部分的讲解，您应该能够有所明白，您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操作。在策略明白之后，对于个股的交易，您就要根据指数的方向来去明辨了。比如说目前涨势最好的特斯拉，假如指数在下周周1、周2真的走出弱势，而2重的主力都并没能够去完成有效的突破，那么在再次跌回来的时候，那么哪怕特斯拉还在维持上涨，阿哲也建议大家千万要注意获利兑现。这又是一个建立在指数环境下的个股交易分析。现在我们开始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 SQQ 的解析。我们先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看到它的空间层面。相信在阿哲多期视频的反复提及之后，您会知道 229.201 老同学应该都知道它是特斯拉的重要支撑，是不是前面这一次跌下来，它这里阿哲提醒是支撑，这一次跌下来又提醒它是支撑。所以阿哲的观点很明确，讲过很多次 229.201 只要没有有效跌破，那么每跌下来跌到这附近，它都属于特斯拉短线去买进的绝佳低位。那么这一次其实没有及时去买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这个低位的时候刚好遇到了财报的一个发布，所以有所风险，就不太建议呢去过多的去赌。而最近呢，又从这个 229.201 的支撑略微跌破之后，重新的反向出现了 V 型反转，又是单边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其实和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特别的相似，因为价格短期又是加速，而后在其中也是有缺口产生。而大家要注意的是，在接连的加速产生之后，目前又到了一个压力位，它是 287.13， 曾经我们在这个低点买进，做了一波反弹。当时为什么在这里喊大家去高抛特斯拉，就因为在 287.13 没有产生强势的突破，出现回落，再次反抽，反而出现长上影线，那么这种位置是不是风险点？而当前的特斯拉还在 287.13、229.201 之中去震荡，没有完全的去脱离。那么既然震荡在维持，那么每次到达震荡下沿就是机会，第一位的机会。而每次反弹，不管它反弹多强势，它只要到了震荡的上沿，是不是属于震荡行情的高位的风险？那么有同学会说，阿哲，那它可能会突破呢？是的，它可能这一次又来一个强势突破，可能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如果出现这种行情，那就皆大欢喜，它继续的看涨，继续加速。但是它目前是还没有走出来，我们依旧的判定是 287.13 没有突破。那么既然没突破，就属于高位的风险。这是通过空间层面我们得到的一个当前的思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以及 BBB 资金。上方的动能 K 线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红绿灯了。最近的特斯拉是不是也一样是出现连续的绿灯，连续的上涨？
它跟指数产生的买点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然后绿灯，立马出现了短线的看涨信号？而底下当时是出现了下穿低点变盘，第二天突破，而这种买点就是 K 线的动能结合资金的变盘所产生的共振买点，效果就很好。而后我们看到它出现上穿的这一天，正常下穿是一个低点变盘，上穿是高点变盘，上穿这一天是一个冲高回落假阴线，决策假阴。那么在没有反包之前，其实它构成一个左侧的多头获利兑现的点，所以这一根当时讲的是减仓。而第二天呢，它没有去跌破决策假阴的实体下沿，而是反包，所以继续的看涨，甚至激进的同学可以去加仓买进看涨。那么当前昨天的指数可没有绿灯，而它产生了绿灯，所以它昨天是比指数强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稍后也可以看到很多个股，有些有绿灯，有些没有绿灯。那么只要昨天产生也是有绿灯的，那么就说明它和特斯拉一样，比昨天的指数是靠前比较强的。目前的特斯拉在加速当中，而当前的下方资金已经过了2个变盘点，所以在它出现连续流进后的流出 K 线之前呢，我们是得不到太多资金层面上的分析，你只知道目前是顺势短线资金流进。那要直到像前期这种低位连续的流进之后有流出的 K 线，那么它才会出现关键的 K 线，这根 K 线不能被跌破。连续流进之后，这一个位置又是流出 K 线被跌破，那么反弹一下又跌破，是不是这种位置就是风险点？那么当前呢没有出现流出的 K 线，那么就继续的观察。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上方是有压力的287，那么假如在这里出现了红灯，那是不是要小心？特别在绿灯之后产生的红灯就要更为小心。我们怎么判断红灯是否会产生呢？我们看到周一预测的日内高低点，如果收盘在周一的时候跌破了272.29，那么就说明它会是一根红灯，将要小心。而高点的压力是299.51，说明在下一个交易日，它必须收盘突破299.51，才会出现一个绿灯 K 线。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把这2个价格记住，下周一可以作为日内的撑压力去进行观察。以上呢就是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之前呢是在103出现了高开低走的决策假阴，我们说压力位出现决策假阴要小心，要减仓，要开始进行多方反弹过程当中的获利兑现。那么第二天呢出现的是仿包很强势，那么就继续延续看涨。而到了109.5之后，它是不是收盘价突破，并且呢把缺口补掉了？所以它的收盘目前有站在缺口之上吗？这一点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下跳的缺口上沿其实作为一个压力嘛，所以现在这个区间对于109.5呢还不能算是绝对的有效的突破，因为它的实体没有站上一半，并且上方有个缺口的上沿也肯定不是很多的站上，所以这里的有效突破要去再次的鉴定一下。我们更希望对于一个压力它能够出现实体站上，或者说完全的站上会更好一点。所以下个交易日如果出现阴线跌回109.5之下，那么就构成了一个相对的冲高回落，也是要小心。那么风险将再次的释放，就类似于前面的决策阴线的位置。所以空间上来看，我们需要验证一下109.5是否有效突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分析。特斯拉最近的上涨是很是强劲的，你会发现它在这一个红灯之后转绿灯，而且它不止转绿灯，它还是最近的4根 K 线都是绿灯，那是不是比指数大部分的平均水平也是要强的？我们看到底下的下穿 K 线，下穿 K 线是它是不是也是低点变盘？那么而后出现上穿的 K 线并没有出现高点变盘，而是突破，所以在资金变盘方向，我们认为它这里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这是从资金上来看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连续的绿灯之后要小心，绿灯之后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虽然说变盘点是看涨，那假如 K 线上在动能上出现绿灯后的红灯，是不是一样也要小心？我们希望2个信号能够共振，那如果出现单一信号时，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不能够完全的去忽略吧？所以阿哲要给到大家周一的预测点位，周一的低点是108.37作为支撑，收盘不破108.37，那么就不会产生红灯。而高点的压力是在114.56，突破它将会延续绿灯，那么这个概率会偏低一点，
因为在熊市当中连续5根绿灯可能性微乎其微，阿哲呢是比较少见到的。以上是关于英伟达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 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SQQQ 的空间图表以及170天均线。我们先提一下170天均线，目前 SQQQ 是通过一个回踩的动作。为什么在昨天盘前要关注这一个 K 线呢？因为对170的有效跌破与否，我们是不是讲过要看2根 K 线？真的有2根 K 线收盘跌破了，才开始考虑它的跌破是否有效。那么像前期这种跌破1根就起来了，跌破都没跌破，那么这种都不属于170跌破有效，都属于170跌破无效的一个低位，所以这种位置去看涨都会比较安全。那有时候会跌破170，出现1根，出现2根，那么跌破2根之后，开始考虑会不会有效跌破。怎么去看呢？看第2根 K 线，或者说2根之中偏低的那个价格，它只要不被跌破，就说明170这里还有支撑。而它如果能够出现强势的反攻，那我们认为它依旧处于一个相对中长期的低位，而这种低位买进是不是容易把握到上涨行情？所以当下的 SQQ 就来到了这一个场景，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那么第2根属于偏低的低点，以此作为防守。股价如果收盘把这根 K 线跌破，那么开始往下看1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纳指将还会有空间的打开，依旧能够反弹延续。那么假如 SQQ 在第2根 K 线的位置出现支撑呢，就说明跌破依旧无效，还有支撑，那么就要小心了。这个位置反向的力度如果够大，那么它如果把这个缺口也补掉了，那么就说明纳指的反弹彻底结束。而在回调这个缺口之前，因为它是个倒形的缺口，在 SQQ 如果真的产生反弹，下周在回补这个缺口之前，那么下周纳指的下跌就还有机会是回调，因为它依旧有缺口的支撑。所以这就是对170天均线的看法。那么170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中长期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它呢也算是一个空间价格的一个说法。那么当下的 SQQ 就先看到这个支撑，这一根阴线的最低价格。我们来到资金和动能上看一下如何去看待 SQQ。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SQQ 的动能 K 线和资金的动向。那你会看到这波下跌是不是有3根连续的红灯，而昨天开始红灯消失，也就是说下跌动能会有所减弱。在价格上也出现一个动作，就是股价破了新低，但目前的 BBD 的资金还没有出现一个破底，那么就说明这一个位置资金的一个流出的力度好像并不是很强。所以这呢也是阿哲不太看好美股强势反弹延续的一个观点。在2重主力在完成突破之前呢，其实很大概率下周是容易出现衰竭的。那么 SQQ 当前有一个资金和价格的背离，那么这里只缺一些买入信号。我们知道 31.54 这个低点是一个支撑，那么下周只要不跌破，那么是不是有机会产生反向的反弹？只是它能否回补缺口，我们需要去观察一下而已。在资金上呢，目前是连续的流出，没有出现比较多的变盘的 K 线，所以我们先看到价格层面。如果在下周能够出现绿灯 K 线，是不是就说明它会出现向缺口回补的一个反弹动作？然后去观察它的力度。我们看到周一它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高点是 32.405， 低点支撑是 30.785， 关注这2个价格。如果收盘能够突破 32.405， 那么就说明是一个绿灯 K 线，开始可以看一个反弹。首先反弹区间是在上方的这个缺口。以上就是阿哲对于第1部分、第2部分的讲解。那么最后我们来到第3部分。那么这些标的比较多，阿哲肯定呢就无法像前面的指数以及特斯拉、英伟达、SQQ 那样去完全详细的分析。我们会用资金和动能简单快速的去过一遍这些股票、这些标的他们短线上的一个策略，希望以此也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阿斯麦，目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看到动能 K 线，昨天是没有绿灯的，没有绿灯就说明它整体是不强于指数，整体和指数属于同势，甚至可能弱势。所以只要昨天的 K 线没有绿灯，就说明整体来说是偏弱的。而在资金方面，其实目前的异动不多，
它在前期走出了下跌下穿之后出现低点，那么这一天是上穿被突破，所以本身来讲它的一个变盘点已经过去了。那么当下呢，从金上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变盘信号，我们就看到动能 K 线为主。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关注2个价格，这个价格的低点支撑是 670.93， 高点的压力是 688.09。股价如果能突破 688.09， 就依旧是绿灯，依旧看涨去创新高。如果收盘价跌破 670.93， 说明是红灯，那么反弹当中出现红灯就要小心。特别如果这个红灯是在指数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出现，它就有可能会转为弱势股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只标的是 AVGO 博通，博通是已经出现了上涨，它也出现了突破左边的大阳，而且它是提前一天突破，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强势。但大家要关注一点，现在图表当中呢有一个白线，这个白线是170天 MA， 当前的博通它是突破几天了？我们看到周四这一天它的收盘价 188.15， 而很明显这一天的收盘价是没有突破170的。那么当前处于博通突破170的第一天，那是不是在熊市当中股价已经出现170的向下？虽然代表本次反弹比指数要强，但整体又到了验证的时刻。那么下一根 K 线周一的时候，是不是一旦出现滞涨就要小心啊？因为那根 K 线将会是一个高点具有压力的 K 线，并且你会看到它的周五是没有绿灯的。那么没有绿灯，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就要小心转灯。底下资金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也是已经过去了变盘点，所以在没有翻红之前呢，我们主要关注动能 K 线。在周一的时候看到它的低点是 189.6， 高点是 196.08。如果博通在170这里连2天都站不上，在下周周一就收盘跌到170之下，是不是本来也是无效的突破？而如果顺势还能跌破 189.6， 还会产生红灯。那么在170附近产生的红灯，那么可就算是高位的看跌信号了。所以博通这里也相对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苹果，苹果已经有2天时间没有出现绿灯了，是不是整体来讲已经算是比指数要弱了？因为指数呢在4月24号好像还是有绿灯的，那么它已经2天没有绿灯，所以整体苹果呢还不太强势。当然这个不太强势是对于短线来讲，在整体结构上来讲，苹果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已经是连续很长时间突破了这个大阳顶，是不是连续3天突破？是不是站稳的概率会更大一点？但是你要小心，如果这里出现跌破，那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些风险？而短线目前的走弱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动作，这是要小心的。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动能 K 线上，如果这里出现红灯，那么是不是多头要注意获利兑现？在下周一的时候，它的高点预测是 211.29， 低点的支撑是 207.74， 关注这2个价格。我们再看到 Meta 的整体走势，昨天虽然是10日新，但它是一个绿灯，它算是勉强算是强吧，只是这根 K 线不好看，它不是一个实体阳线。而目前指数的结构是刚过大阳高点，而 Meta 呢是离大阳高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短线上算强，但是整体结构来看，这个面来看它不算强。那么对于这种个股呢，你要注意它是否后续转红灯。它如果这里红灯都出现了，那么再结合结构上的压力当中走，那么是不是要小心这一波反弹的结束？我们也依旧给到大家在周一的时候关注的点位，低点的支撑在哪里？是541.76，而高点的压力是555.37，注意这2个价位。我们再看到 MSTR 是我们一直所讲的，它属于强势股，因为在大阳线之后它很快就突破了，并且指数下跌时它都不跌。对于这种个股，它只要不补跌，是不是就能够看涨？至少你哪怕不看涨，也不能作为去做空的方向。所以强势股在熊市当中，它砍跌你不一定看涨，但你千万不要去做空它，因为一旦市场反弹，就会给到它出现爆发的机会，这是要注意的。那么股价在连续的上涨，资金连续流入过程当中，出现了流出的 K 线，流出 K 线是关注点。那么关注点只要它后面不跌破，这个高点就还不能完全的成立，而股价在昨天是绿灯并且突破，说明它确实是还保持强势，依旧受到资金的青睐。
所以如果你目前依旧持有并且看涨的话，你可以以这一根小阳线作为防守，股价如果跌破它，那么你可以作为右侧的防守，或者说右侧的离场点。而在动能 K 线上，我们看到周一 MSTR 在周一时的预测高低点，低点支撑是 360.915， 高点的压力是在 381.025。如果出现绿灯之后，下周一直接转为红灯，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卖出点？从前期的低点上涨到现在，一次红灯都没有，所以这里如果出现红灯，是不是要注意了，要小心了？下一只标的是 PLTR 也是我们之前跟 MSTR 一起讲过很久的一个强势股。一个呢是它没有跌破170，当前还是一个牛市的序列。你要知道，指数已经转为熊市，但是这个个股它还依旧保持170向上，价格没跌破170，所以你说它整体得有多强？而在价格走势当中，它所出现的大阳线是不是也跟 MSTR 一样是被突破了？最近呢走出连续的一个上涨，它的一个买点其实也产生于这一个红灯后的转绿。我们说绿灯后转为红灯，是不是就要小心？而在红灯之后转为绿灯，是不是就有机会产生？那么这一次又是红灯后的转为绿灯，不知道各位同学们有把握住这个买点了吗？价格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强势的上涨？目前 PLTR 是产生了连阳，但是这里呢有一个三阳小顶，所以在价格上你可以以此作为防守，如果下跌，那么就小心它不要去跌破。那么在动能 K 线上，你要关注它会不会出现红灯。如果出现红灯，那么就是绿灯后的转为红灯，那么就要小心它的风险了。我们看到下周一的预测高低点，低点是 109.6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15.995， 关注这两个价格。当跌破 109.605 的时候，结合三阳小顶，这里将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最近也是抢进了风头，但是市场昨天给到是一个高开低走，没有出现实体的上涨，但它是不是也是连续的绿灯，连续的上涨，很是强势，而且也突破了大阳的高点。但突破之后呢，比指数的有效性还更低一点，因为它是决策假阴线。那决策假阴线就简单了，怎么去看它会不会突破失败呢？就看一下下一个 K 线，或者说后面的 K 线会不会收阴跌破这根阴线的收盘价格。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大概率会回归前面大阳高点之下？那是不是以风险为主？所以这是决策假阴的看法。当出现之后，而第二天突破，是不是短线还能看涨？那又出现，那如果跌破，那么是短线要看跌了。在关键的压力位出现决策假阴线，那么要小心突破的有效性。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是否会出现绿灯之后的转为红灯呢？看到周一的关键价格。它的低点支撑是 163.425， 而高点压力是 168.665， 关注这两点。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SMCI 当前也是处于反弹，而且是熊市，它跟 PLTR 是反过来的，因为170呢已经很长时间在往下走，那么每一次反弹到170，你就看一下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当突破无效时，是不是说明它是一个熊市的反弹高点？那么当无法突破时，是不是熊市反弹高点？而现在又临近170，那是不是又处于熊市的反弹高点？那么你看到前期出现红灯绿灯而后上涨，也是下穿有低点变盘，现在出现了无灯 K 线，就说明它开始有所走弱，至少不是强于指数的一个行情。那么当前靠近170，小心出现红灯。那么周一关注两个价格，第一个是 35.885 作为红灯的验证，而高点的压力是 37.325， 关注这两个价位是红绿灯在周一时的判定条件。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整体的走势是不是也出现了偏弱的，跟苹果有点类似，但比苹果呢更弱一点，因为它整个面上不比指数强。那你会发现在2天的绿灯之后，是不是在后面2天就没有出现绿灯了？而昨天呢，又是一个高点精准的触及，所以它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三角。所以在 BVD 上呢，没有出现太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动能 K 线，高点在周一的时候，它的压力是 191.69， 而低点的支撑呢是 187.240。所以看这两个点位作为短线的攻防。接下来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的走势昨天是不是也是无灯 K 线，距离170也比较远？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整体跟指数同势，对于前面的大阳线的突破，它出现了是2天突破，那么它就直接按1天、2天的突破来去看，这一天高点将会有压力，那这一天要突破才说明它比指数强。同样的，我们关注一下它的红绿灯产生条件，低点是 163.13 作为支撑，不能跌破，跌破就是红灯，而高点的压力是 167.88， 注意这2个价位。以上就是4月2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想要大涨，那么有2个大主力需要去验证，所以走到这里，多头不要盲目的看涨，小心反弹高点在主力之下形成，而空头也千万不要着急的进场，因为当前还需要再次的确认，再次的验证。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订阅支持，下期视频更加精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